班农被捕，特朗普上线，还有人哀叹美国要解体。美国人把民主做成了一锅乱炖，还不如听听中国人讲讲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呢，看到一个新闻，还是一个挺危言耸听的言论，就是有人说呢，到了2024年美国就要完了，要解体了。这话呀，还不是国内某个什么鸡血媒体说的，甚至跟国内都没关系，是美国自己一个学者自己写文章说的。他的理由是，美国的政治格局又要风云变幻了，而且这次风云变幻可能不好收场，因为共和党特朗普那帮人重新有可能上台，一上台以后，美国肯定要完蛋。而且民主党、共和党现在越来越激烈的冲突，也让他们的支持者更加的撕裂了美国社会。按照他的观点呢，2024年就算是不重新打一场内战，恐怕民心也差不多就是那样了。而且美国政界的一连串举动，好像也是体现了他这个观点，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开始加大了较劲的力度。这几天呢，美国国会众议院有一个委员会，叫做国会骚乱调查委员会，就是调查去年国会被闯这事儿的。这个委员会以9-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，因为涉嫌参与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的策划，把班农给逮捕了。好在班农这个人呢，跟蓬佩奥一样，这两个人对中国人民来讲都是罪大恶极。虽然说美国国会抓这个人呢，不是为中国出气，但是他们进去了，我们至少听着舒服一点。而班农呢，又是特朗普的老班底、老幕僚，虽然和特朗普分道扬镳，但是他们俩理念上并没有严重的互相违背，只不过班农的动作太冒险、太激进，让特朗普在总统的位置上受不了。而几乎同时，班农还有蓬佩奥的老上级、老领导特朗普推出了自己的新的社交平台。特朗普说，有了新平台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他的账号被封了。特朗普还有别的动作。10月19号状告国会，理由是国会那个委员会调查国会事件的时候，不得审查美国档案馆的部分文件，因为这些文件涉及到了前总统，也就是特朗普本人的行踪。此外呢，特朗普还跟共和党继续攻击拜登撤军问题，鼓动了美国检察机构对拜登撤军阿富汗期间的操作展开调查，内容包括阿富汗难民的签证谁给的，拜登怎么安置难民的，拜登为什么坚持从阿富汗撤军？其实都是废话，还不如说拜登为什么没有撕毁特朗普自己签的撤军协议。其实呢，不要说距离总统选举还有3年多，距离中期选举也还早得很。而美国的民主党、共和党两党这么早已经开始带着这个自己的选民呢，围绕这些事情互相攻击、互相指责，而且这个架势是让战火升级。所以民主党那个学者就说了，再不阻止特朗普跟共和党卷土重来，美国真的要完了。作为一个民主党党员，他可能是夸大了共和党的这个威胁，但是这种担忧表达出情绪应该是很悲观、很紧张的，说明他感觉到了美国的民众啊，特别是特朗普的那批支持者人数众多，而且已经严重的失去了理性。这种情况下，大量群众或者选民普遍没有能力去客观认识世界的时候，不可能用理性去思考，只能用情绪去宣泄的时候，民主这个形式就很容易成为互相传染或者是强制裹挟的一锅乱炖。尤其是网络时代啊，向全社会发表意见根本没有什么门槛了，所以各种极端言论、各种反制言论传播起来就没有什么阻碍。那么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里，我们就能看到各方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，那么谁还有能力，谁还有精力去办几件实事好事？所以呢，前几天中国国家领导人有几句话说明了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民主。那么原话是，民主不是装饰品，不是用来做摆设的，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另外还提到了要看国家决策是否实现科学化、民主化。其实美国人呢，也应该塌下心来听听这几句话，体会一下真正的民主是维护人民的利益，可不是煽动民粹氛围给自己挣眼球，也不是一味顺着老百姓的心思说话表演，给自己往上爬增加一个途径。所以呢，
不要看某些国家天天标榜自己是民主世界，中国如何不民主？其实他们的民众到今天还不具备科学、客观、冷静思考的习惯，那么他们自己都离民主还太远。好，关于2024年美国是不是真的解体，我们可以等待。但是关于民主，我们现在就要保持清醒。今天这个话题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